美国国防部有一个电子邮箱，专门负责回答针灸的问题。你说这是段子吗？可是这个邮箱到现在还在美国国防部下属军队医科大学的官网上仍然能查到。从2013年的4月到2016年的8月，美国国防部批了540万美元，培训了超过2800名医疗人员，就是教大家如何给伤员扎针。代表了世界上最高科技水平的现代军队，事关生死，面对疼痛，向东方的古老医学妥协了。这不仅是一段离奇的现代医学史，看完今天的视频，你会发现美军在战场上面临疼痛的困境，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对抗焦虑内耗的不适，底层逻辑一模一样。故事的起点在战场，现代西方医学在处理这种急性的创伤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人在前线遭遇袭击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创伤骨折，挽救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现代医学的外科手术和各种设备。问题是命是救回来了，可是人多遭罪做过手术或者陪护过的朋友一定知道，那种疼痛非常难以忍受。那想减轻痛苦，现代医学有什么办法呢？化学阻断。在过去100年当中一战战壕用的是玻璃针剂，2战用的是随身注射管，而现代军队医疗包用的是强效镇静剂的自动注射器。其本质就是用化学物质来切断大脑的疼痛报警。那这种做法立竿见影注射药效之后几分钟疼痛就消退了。可是你把警告给废掉，不代表身体就正常了呀。大规模使用化学药剂的副作用在战争结束后全面爆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非传统作战环境，路边袭击制造了大量的受伤军人，他们虽然幸存，但是饱受慢性疼痛的折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面临这些带伤归来的士兵，按照现代医学的标准流程是不能持续开具强效镇痛药的。可是处方单上的药还是一代比一代强。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退伍军人事务部开出的镇痛类处方激增了259%。人类这个身体真的是非常精妙，它会对化学物质产生耐受的。你一遍遍的使用药剂，那大脑就需要更高的剂量。原本用来治愈创伤的药物变成了制造新创伤的源头。许多在前线炮火当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回国之后没有倒在敌人的手中，而是倒在了自家的沙发上，原因是用药过量。那面对这场医学困境，军方高层陷入两难继续加码化学药剂只会越陷越深，他们急需一种不依赖药物、不会产生耐受，也不会形成依赖的镇痛方案。在这个背景下，理查德·尼姆佐博士带着他的提案走进了军方的视线。尼姆佐是一名正统的美军退役上校，他的履历是一位放射肿瘤学专家。早在2001年，尼姆佐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强效镇痛药物在处理军人急性及慢性疼痛时的局限和失败。他将目光投向了完全陌生的东方经络学说，并在军方内部提出了一个名为战地针灸的计划，简称 BFA。 起初这个提案在军方高层的眼中近乎荒谬。在一个依靠弹道学、抗生素、精准外科手术的军事机器当中，倡导用几根针来扎耳朵替代强效镇痛剂，简直就像是要求士兵们在交火的时候念咒语一样可笑。可是尼姆佐用务实的战术逻辑说服了军方。战地医疗对干预手段的要求非常苛刻，环境恶劣，时间紧迫，士兵全身包裹着非常沉重的凯夫拉防弹衣和战术装备，在交火的状态下建立静脉通道不仅困难，而且非常危险。而尼姆佐的战地针灸方案契合了战场的战术需求。这项技术的实施非常简单，整个过程只需要几秒钟，在伤员的耳朵上精准地扎入5根特定的细针，用的是一种被称为半永久性耳穴针的极小的针，长度只有半毫米，形状像微小的飞镖。那么材质通常是金或者是不锈钢。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医用一个类似圆珠笔的弹射装置将这些半毫米的金属刺入耳朵的皮肤下，事后也不需要维护这些针会留在耳朵上3到5天，持续提供刺激，直到随着皮屑自然脱落。更重要的是它不会有任何的成瘾性，伤员意识可以清醒，甚至可以继续执行任务。面对现实的困境和这套无懈可击的战术逻辑，美国国防部联合退伍军人事务部悄悄拨出了540万美元的专项预算。
这笔经费用来开展了一项长达3年的针灸教育和培训计划，超过2800名的美国医疗人员，包括军医、护士，甚至是前线的普通士兵，接受了这门古老东方技术的培训。这些受过严格现代医学培训的西方医生，拿着东方经络的图谱，在前线的沙尘当中，把细如麦芒的耳针用在了战友身上。军方的报告里一部分伤员在几分钟内感到疼痛明显减轻。它并不是用来替代药物，而是在战场那种环境下多了一个不依赖药物的选择。这项技术在战场上被验证了。更令人疑惑的是，一根没有任何化学成分的细针，仅仅是刺破耳朵表面的皮肤，为什么可以在几分钟带来明显的镇痛效果？为什么一位美国士兵的大腿被碎片划伤，军医们不去处理伤口附近，而是给他的耳朵扎针呢？这在西方现代解剖学看来简直是南辕北辙。西方主流科学界绝不会因为临床好用就放弃追问，他们将这些接受过耳针的人推进了先进的核磁共振仪器，试图用解剖学和神经电信号来找到真相。然而屏幕上最终显现的画面却让现代神经学家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要揭开美军战地针灸的医学逻辑，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在那里，一位名叫保罗·诺吉尔的西方医生第一次用现代解剖学的视角，无意中破译了耳朵上的密码。诺吉尔是法国里昂的一位全科医生，受过正统的西方医学训练。他在日常问诊当中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患有严重坐骨神经痛的病人耳朵上都有一个微小的烧伤疤痕。诺吉尔询问这些病人疤痕的来历，病人告诉他，他们去过马赛一位叫做巴里夫人的民间治疗师那里看病。这位据说来自科西嘉岛的女士治疗方法非常简单粗暴，用一根烧红的铁签在病人耳朵外侧的特定软骨位置上轻轻烫一下。仅仅是这一下微小的烧灼，很多病人坚称自己多年的严重的腰腿痛因此好转。那必须说明这是当年的危险突法，随时可能会造成烧伤和感染，今天绝不可模仿。我们了解它，只是因为诺吉尔的追问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一名相信解剖学和病理学的西方医生诺吉尔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耳朵是一块孤立的软骨，除了皮下组织和毛细血管，它离人体的中枢神经和下肢神经108000里。你在软骨上烫个疤就能治好坐骨神经痛，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但病人真实的康复数据摆在眼前，为了弄清真相诺吉尔决定亲自测试。他没有用烧红的铁签，而是找来了一根带有弹簧的金属探针。他让那些患有颈椎病、胃溃疡和关节炎的病人坐下，然后用探针在他们的耳朵上逐毫米的按压。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当一个病人的右侧肩膀受伤时他右耳上某一个微小的点会对按压产生剧烈的刺痛反应，而耳朵上的其他区域则毫无感觉。而病人的胃部发炎时，耳朵上另一个特定区域又变得非常敏感。人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块肌肉出现病变，似乎都会在耳朵上映射出一个对应的痛点。经过几年的反复测量和记录，诺吉尔在1957年发表了一张震惊西方医学界的图谱——耳穴倒置胎儿图。他发现，如果把耳朵上的所有映射点连接起来，刚好是一个倒置在子宫里的胎儿形状。耳垂对应着胎儿的头部，耳朵外侧的隆起边缘对应着人体的脊柱，而耳朵上方的凹陷处对应着下肢，而耳朵中间的深窝则对应着人体的全部内脏。这不仅推翻了西方医学对耳朵仅仅是个听觉器官的认知，更揭示了一个此前没有被注意到的现象：耳朵可能是整个人体神经系统的一个微缩投影。回到21世纪的美军，理查德·尼姆佐博士在设立战地针灸计划时，并没有要求军医去背诵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络书。他提取了诺吉尔的解剖学成果，结合现代神经分布，从微缩面板上精确锁定了5个高效的黄金穴位。那这5个点，按尼姆佐自己的说法，分别叫做扣带回点，对应大脑处理疼痛的情绪反应；丘脑点是痛觉信号上传到大脑的必经中继站；欧米伽2号对应四肢和关节的神经映射；0点对应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以及神门。他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平息紧张情绪的开关。从现代解剖学的显微镜下看，这5个点恰好是人体内2条重要的颅神经，
迷走神经和三叉神经的分支在耳朵表面交汇最密集、最靠近皮肤浅层的地方。当军医把那根半毫米长的银针刺入这5个点时，他们是在利用金属针的压力拨动迷走神经的末梢。这个指令顺着神经纤维以毫秒级的速度直达大脑深处。但是大脑接收到指令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种微小的刺激能够产生明显的镇痛效果？密歇根大学慢性疼痛与疲劳研究中心的理查德·哈里斯博士决定用现代人类最顶尖的观测仪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来捕捉大脑内部的真实影像。哈里斯博士招募了一批长期遭受严重慢性疼痛折磨的患者，他把这些患者推进了核磁共振仪，在他们接受针灸治疗的同时，实时监测他们大脑内部的化学物质流动。为了防止安慰剂效应，哈里斯还设置了严格的对照组。一组患者接受真正的针灸，而另外一组患者使用一种会回缩的假针来进行按压。患者以为自己被扎了针，实际上皮肤并没有被刺破。扫描仪屏幕上最终呈现的画面让所有的研究人员感到震撼。要理解这个画面，我们需要借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大脑想象成一个安保级别非常高的制药厂。当我们的身体受伤时，这个制药厂会自己生产一种强效的天然镇痛物质，叫做内啡肽。为了让这些内啡肽发挥作用制药厂的墙壁上有很多专属的接收大门。当你从外部注射强效镇痛剂时，药物分子就像是一群闯入者，强行撞开这些大门，霸占了接收通道。那么时间久了，大门会被破坏，制药厂也会停止生产自己的内啡肽，这就是药物依赖和耐受的本质。但哈里斯在屏幕上看到，当真正的针进入特定穴位时大脑内部负责处理疼痛的区域，比方说扣带回、岛叶和杏仁核，瞬间亮了起来。仪器显示，真正的针灸引发了2个化学反应：第一，大脑开始大量分泌自身的内啡肽；第二，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接受大门的结合力居然大幅度增强了。换句话说，这根细细的针像是一把钥匙，它不提供任何外来物质，而是直接下达了一道指令，唤醒了大脑自身的防御系统，让大脑敞开大门，吸收自己制造的天然镇痛物质。而在使用假针的对照组中，这种受体结合力增强的现象则完全没有发生。西方现代医学用的最精密的核磁共振、最先进的神经追踪技术，终于在科学的框架内给战地针灸找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解释。原来这就是针灸的真相，一切似乎都可以用神经递质、大脑受体和反射弧来解释。西方医学似乎又一次维护了自己的科学尊严，把它纳入了神经调节技术的范畴。但是当这些顶尖的科学家和解剖学家看着手中的核磁共振影像，再回头看一眼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画在帛书上的经络穴位图时，一种奇怪的感觉在他们心中蔓延。西方科学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做了无数次的解剖，发明了耗资千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器，才勉强摸索出了人体神经末梢在这层皮肤下的隐秘分布。那么几千年前的东方人，在没有任何解剖显微镜，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递质电信号的前提下，如何徒手画出了一样甚至比现代解剖学更加宏大的整体网络图的呢？当代表着西方机械维修模型的现代医学撞上了东方缩微生态模型这堵叹息之墙时，一场关于生命本质的降维碰撞才刚刚开始。要揭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要了解东西方医学底层完全不同的逻辑。在西方医学的视角中，人体是一台由无数精密零部件组装而成的碳基机器，这是从笛卡尔时代就定下的基调。那既然是机器，那么任何内部的传输都必须依赖实体的管道，就像血液靠血管传输，食物靠肠道消化，痛觉靠神经纤维传递。所以当早期的西方解剖学家试图去验证经络的时候，他们顺理成章地拿起手术刀，在肌肉和筋膜之间寻找那种能够流淌气血的实体管道。那结果可想而知，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于是西方主流科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中医的经络学说归类为一种前科学时代的隐喻，似乎它是一种迷信。那这其实是一种认知的错位，就像是你把一个现代计算机的主板交给了19世纪最顶尖的蒸汽机工程师，他们尝试在当中寻找齿轮、杠杆和蒸汽管道，他找不到，于是断定这块板子没有任何动力价值啊。
他无法理解，在这块看起来毫无机械结构的死物上流淌着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电信号与数据。东方古人在绘制经络图时，他们描绘的是人体内部的一套精密网络。这套网络的存在，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一位不研究中医的西方骨科医生无意中捕捉到。这位医生名叫罗伯特·贝克尔，当时他在纽约的退伍军人医院担任骨科研究员。贝克尔的研究方向是一个看似只存在于科幻小说当中的课题，叫肢体再生。在自然界，有一种两栖动物拥有强悍的再生能力，这就是蝾螈。如果你切断一只蝾螈的腿，几周之后它可以完好无损地长出一条新腿。但是与蝾螈基因高度相似的青蛙，一旦被切断腿，那么伤口只能结出一块毫无作用的疤痕组织，永远无法再生。而我们人类也是如此。为什么同为两栖动物，有的可以再生，有的只能结疤呢？贝克尔敏锐地猜想，控制细胞进行重建的指令可能并不是单纯的化学物质，而是一种微弱的电信号。他找来了高精度的电压测量仪，开始对蝾螈和青蛙的断肢进行持续的电生理监测。数据印证了他的猜想。贝克尔发现了一种被他命名为叫损伤电流的现象。当蝾螈的腿被切断的瞬间伤口处的直流电位会迅速飙升到正20毫伏。几天之后，这个电位发生剧烈的反转，变成了一个强烈的负30毫伏的负电位。伤口处的细胞仿佛接受到了某种图纸指令，开始分化，重新分裂出骨骼和神经。而相比之下，青蛙在被切断腿之后，伤口处的电位只是短暂的波动了一下，很快就归零了。没有负电场的指引，细胞就像是失去了图纸的施工队，只能盲目的堆砌疤痕来封闭伤口。这个发现颠覆了当时的生物学认知，它证明了在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之外，生物体内还存在着一套原始而隐秘的直流电控制系统。这套网络负责感知损伤并下达修复指令。贝克尔进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论：既然人类在受伤之后也会结疤，说明我们体内也残存着这套古老的电控制网络，只是它的信号太微弱了，不足以支撑断肢再生。那么人体内这套电网，它的线路是怎么排布？它的节点又在哪里呢？为了找到这些节点，贝克尔拿出了一个灵敏的微氨计，开始在人类志愿者的皮肤上逐毫米的进行滚动扫描。他在寻找皮肤上那些导电性异常的区域。扫描的结果令人惊叹贝克尔发现人类的皮肤上散布着大量针尖大小的特殊区域，这些区域的电阻值远远低于周围正常的皮肤，导电率极高，它们就像是隐藏在人体表面的一个个微小的信号放大器。当贝克尔把这些低电阻的坐标一一记录下来，并在人体模型上连成线时，一个西方医学史从未出现的网络图诞生了。出于严谨的科研态度，贝克尔找来了一张2000多年前中医流传下来的经络穴位图，将自己的电学测量图与之重叠。在没有参考任何古代文献的情况下，贝克尔用微氨计在人体皮肤上盲测出来的低电阻节点，有相当一部分与中医画出的穴位坐标重合。那一刻，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一张皮肤电阻分布图上达成了和解。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发现此后几十年争议不断，但它至少给我们一个更加深入了解自己的线索。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审视美军的战地针灸了。当那些满脸泥污的军医在前线伤员的耳朵上用那根半毫米的耳针时，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呢？强效镇痛剂代表着西方医学的化学干预，它像是一个装满化学物质的卡车，强行开进人体卸下货物，堵住警报器。它立竿见影，但也粗暴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那根细针代表着东方医学的信息干预，金属本身就是最好的导电体，当它精准地刺入耳朵上那些低电阻的穴位时，实际上是充当了一个开关。它给人体内部这套宏大而精密的直流电网络输入了一串微小的信号，这串信号随着低电阻的光纤直达大脑，向中枢系统发送了一条指令：只要你有损伤，请立即启动自愈程序。于是大脑打开通道，释放出内啡肽，而这一切都是人体这座微缩宇宙内部的自我调度，不需要外界干预任何一滴化学药剂。西医是在维修机器，而中医是在唤醒网络。美军在无意之中用原始的金属针触碰到了人类身体里高维的控制台。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经非常圆满了。古老的东方智慧被现代科学部分印证，而美军也找到了一种不依赖药物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演，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疑问就会自然浮现。既然人类的大脑拥有如此强悍的能力，仅仅通过一根针的信号引导就能释放出自身的内源性镇痛物质，缓解严重的创伤痛苦，那么反过来，如果大脑可以随时关闭痛苦，它是不是可以同样凭空制造痛苦呢？在揭秘之前，我们必须先声明，任何持续加重或者伴随其他症状的疼痛，第一件事情要去医院让医生做完整的检查。而下面要聊的只针对那些已经反复检查始终查不出明确器质性原因的情况。在远离战场的现代社会，为什么物质条件空前丰富，现代人却前所未有地饱受各种躯体不适的困扰？那些查不出原因的慢性腰背酸痛，长年累月的头痛反复发作却查不出问题的肠胃不适，除了身体本身，还有没有别的可能？为了揭开这个残酷的真相，我们需要看一个神经学的实验。牛津大学的神经影像学专家艾琳·特雷西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镇痛测试。他把健康的志愿者推进了核磁共振仪，并在志愿者的腿上绑了一个加热装置。当加热装置启动温度升高到足以让人感受到明显灼痛的时候，核磁共振屏幕上显示志愿者大脑当中的疼痛区域瞬间剧烈地亮了起来。特雷西教授开始给志愿者持续输注一种强效镇痛药，剂量全程恒定。他唯一改变的是通过对讲机说的那句话。当他说药已经开始起效了，志愿者报告的疼痛下降幅度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用药时的2倍。而屏幕上的影像也印证了这一点，大脑当中的疼痛区域明显暗了下来。而当他说我现在要把药停掉，你可能会更疼，其实药一点都没有减少，但志愿者的痛感几乎回到了没有用药的水平，屏幕上的疼痛区域重新亮了起来。同样的药，同样的剂量，仅仅是一句话的不同，药效可以翻倍，也可以归零。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个颠覆常识的结论：人体的疼痛并不完全是肉体受损之后向大脑汇报的被动信号。大脑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仪器，它更像是一个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剪辑师。你的信念和预期拥有着改写肉体感受的能力。那既然大脑可以通过信念关闭疼痛，那么它是不是也会为了某种目的故意制造出某种并不存在的躯体疼痛呢？已故的美国纽约大学康复医学教授约翰·萨尔诺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给出了一个肯定也一直备受争议的答案。那在这里我们必须先说明，如果一个人遭遇了外伤、骨折、韧带撕裂这些明确的病变，这属于必须由现代医学介入的情况，和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完全是两码事。萨尔诺医生面对的是另一群庞大的患者，那些长期忍受严重的腰背痛、颈椎病，痛到无法正常行走，但在 X 光片上仅仅显示为轻度的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退化的现代都市人。传统的骨科医生会指着 X 光片上的突出部位说，你看，就是这块骨头压迫了神经，导致了你剧烈的疼痛，你需要休息理疗，如果严重的话要做切割手术。但萨尔诺在长期的临床观察当中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他调取了大量健康人群的脊柱 X 光片，发现了很多毫无疼痛感、每天活蹦乱跳的正常人，他们的椎间盘突出程度甚至比那些躺在床上起不来的重度背痛患者还要严重。骨头上的磨损和患者主观感受到的痛苦不匹配。萨尔诺把这种查不出明确病因却痛苦不堪的症状命名为紧张性肌炎综合症，简称 TMS。 那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命名至今没有被主流医学界接受为一个正式诊断。他提出的假说是有相当一部分现代人的慢性背痛、颈部不适未必来自结构性损伤，可能只是大脑为了掩盖强烈的情绪压力而主动释放的一颗烟雾弹。我们的大脑拥有精密的自我保护系统，在现代高压生活之下，我们每天都在积累大量的负面情绪。我们在职场上必须维持体面的假笑，在家庭当中压抑对伴侣或者父母的隐秘怨恨，对未来极度焦虑，对自己不够完美而愤怒。这些被长期压抑的情绪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压抑的愤怒。
当这种情绪在潜意识当中越积越多，即将冲破心理防线的时候，大脑的防御机制就会瞬间介入。大脑经过计算认为一次彻底的情绪崩盘比腰痛要危险得多。你在现代社会，一个人腰痛脖子痛是完全可以被理解接受的，你可以请假得到家人的照顾，还可以不用上班。但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失控了，他会担心被周围的人另眼相看。那为了保住你的社会功能，大脑果断做出了弃车保帅的决定。它通过隐秘的自主神经系统悄悄限制了你的腰部、颈部、背部肌肉的血液流通。这种微小的血管收缩会导致局部组织产生轻微的缺氧，而缺氧本身不会对肉体造成任何永久性的实质性伤害，但它足以引发剧烈的肌肉痉挛和神经刺痛。疼痛瞬间爆发，你的注意力从那些让你绝望的情绪上被强行转移开了。你开始四处求医，研究哪一种床垫对腰椎好，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理疗。你的大脑完美地达成了它的目的，用一个身体上的小信号成功掩盖住了情绪上的大塌方。这就是大脑的障眼法。你以为自己病了，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当中的痛苦在寻找一个合法的出口。这种听起来近乎反直觉的理论，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留下过一些案例记录。美国 ABC 新闻的著名主播约翰·斯托塞尔就是其中之一。斯托塞尔在事业的巅峰期遭遇了严重的背痛，这种疼痛经常让他直接倒在地板上，无法动弹。他看遍了全美最顶尖的骨科医生，做了无数次扫描，结论都是椎间盘突出。医生建议他立刻进行脊柱手术。那作为一个以揭露假新闻和伪科学著称的调查记者斯托塞尔起初对萨尔诺的心理疗法嗤之以鼻，但他实在是太痛了，在手术面前，他决定去见一面萨尔诺。萨尔诺只是花时间跟他剖析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作为一个要在全美几千万观众前保持完美的电视主播，斯托塞尔内心充满了对收视率的焦虑，对出错的极度恐惧，以及对这种高压生活隐秘的厌倦。但他理智上绝不允许自己表现出这种软弱，大脑为了保护他免于情绪崩盘，便在他的腰椎上制造了一场合理合法的灾难。萨尔诺给斯托塞尔的建议是所谓的知识疗法，不做任何身体上的处置，只是让他重新理解自己的疼痛。与其把注意力放在骨头上，不如去看看那些一直没有被处理过的情绪。斯托塞尔本人后来写过只是通过这个疗法，他的背痛缓解了，重新回到了网球场上。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他一个人的经历，不构成任何人的治疗依据。萨尔诺的这套理论至今也没有被主流医学界接受。我们介绍他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情绪和身体之间是不是存在关联。与其说这是一个医学奇迹，不如说它揭示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理解方式本身就会影响身体的感受。那讲到这里，可能也会有一些正在忍受着剧烈的偏头痛腰痛的一些观众感到听起来有点生气。我们并不是否定你的疼痛，这种疼痛真的非常痛苦，我们只是说除了身体本身，还有一种可能性值得了解。那些你咽下去的委屈、不敢表达的情绪，为了维持好人设而强行压下的那些情绪，并没有凭空消失，它可能顺着你的神经潜伏进了你的肩颈、肠胃和腰背，最终在某一个深夜以不适的方式提醒你。当我们看懂了大脑这套精密的防御伪装之后，再回头去看美军的那套战地针灸，我们就会发现，那几根扎在耳朵上的半毫米细针，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止痛，它指向了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在面对这场漫长人生时的救赎之道。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场上充满了 KPI、房贷、复杂的人际关系、对未来的失控感，以及时刻伴随的隐性焦虑。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心理上的微小消耗，而面对这些消耗，我们大脑的本能反应和战场上受了伤的士兵是一样的，寻找能立刻止痛的东西。只不过在这个钢铁森林当中，我们的镇痛剂不再是注射器当中的化学药剂，它可能是深夜当中无休止滑动的短视频，是酒精，是毫无节制的消费买，是用虚假的社交填满每一个独处的周末。当生活让我们感到痛苦、空虚，或者躯体开始报警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逃避和阻断，哪里疼就用娱乐和物质去麻痹哪里，用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强行掩盖内心的失落。
我们都在用一种外在的强力干预，粗暴地拔掉生命的报警器。那代价是什么呢？是系统的脆弱化。每一次用心理止痛去逃避真实的情绪淤堵，就是在剥夺身体自带的免疫系统进行演练的机会，而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自我疗愈的能力。一旦断掉这些外部刺激，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挫折，都足以让一个人崩溃呀。绝对的无痛反而是一种脆弱。这个看似哲学的推论，在现代心理学当中有着坚实的数据支撑。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发表过一项由心理学家马克西里主导的长期追踪研究。西里的团队追踪了数千名美国人，记录了他们一生当中经历的创伤和逆境数量，并测量他们的心理健康度。按照常人的逻辑一生顺遂，没有受过任何创伤的人，心理应该是最健康的，而受过创伤的人心理健康度应该会下降但数据给出了一个完全反直觉的 U 型曲线。那些一生当中经历过适度逆境，遭遇过微小到中等挫折和创伤的人，在面对人生重大打击时，展现出了最强大的韧性和最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而最让人意外的是，那些被保护得很好，一生当中零创伤零逆境的人，他们的心理脆弱程度竟然和那些遭遇过严重创伤的人不相上下。在生物学上，这被称为微量刺激的抗体效应。一个无菌的温室环境培养不出强壮的宿主，而过强的冲击会压垮系统，但微小剂量的刺激不仅不会造成伤害，反而会引发系统的过度补偿，让生命体在重构当中变得更加强大。这就是那根半毫米占地而针的底层逻辑。针灸的那根针，它只是刺破了表皮，给这具肉身制造了一个微小的创伤。正是这个微小的刺痛唤醒了沉睡的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在黑暗当中敲响的警钟，告诉中枢系统这里有淤堵，请立刻派兵支援。于是人体这座宏大的宇宙开始自我调度，释放内啡肽，调整电信号，最终完成了精密的自我救赎。中国古人在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当中，把这个宏大的系统运作规律浓缩成了8个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身体上的淤堵会产生痛的感觉，而情绪上的淤堵同样会产生精神内耗和躯体的替身式痛苦。古人面对这种痛苦，最高级的做法从来不是切除，而是治神。治神就是去看见那个淤堵点，去疏通它。当我们把这套模型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迎刃而解。下一次，当你在深夜当中感到莫名的焦虑，当你的胃部因为压力而痉挛，当你的颈椎开始隐隐作痛时，试着停下来，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安静地坐着，允许这些不适感在身体当中蔓延，允许自己经历一次小规模的情绪起伏，把意识集中在那个不适的部位，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审视它。如果医生已经检查过，排除了器质性问题，那么可以试着问问自己，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什么情绪一直没有被处理？是白天没敢发出来的火，对某个人的失望，还是对现在生活的厌倦？不要阻断痛苦，要去翻译痛苦。当你开始翻译它的时候，就是在自己情绪的穴位上扎下了一根银针。当你看见了那份被压抑的情绪，它就不再需要用别的方式来提醒你了。540万美元，2800名受训的医疗人员，还有那些半毫米长的耳针，美军在前线的沙尘中完成了一次现代医疗体系对古老东方智慧的低头。他们放下了那只代表着傲慢与干预的针剂，选择了倾听身体内部的网络回声。这场跨越了半个地球、2种文明的医学碰撞，留给我们的启示其实非常简单：人类最强大的武器从来不在外求的化学药剂和物质填补之中，它一直存在于我们这具肉身和心灵深处，那个宏大精密且从未停止过运转的自愈宇宙当中。那在结束之前，我想将一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你：在你过往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怎么查都查不出原因的慢性疼痛？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疼痛发作的阶段，你的生活当中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绪压抑？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也许你的分享就是扎向另一个人潜意识的一根银针。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